长失踪后的第3天，群里发来一个群公告：封控期间，所有同学不可以离开校园，戴浅蓝色口罩的才是人类，并附上了一段视频。视频里，班长一脸惊恐地往前跑，仿佛身后有什么恐怖的东西在追他，可是后面分明什么也没有。下一秒，班长的身影凭空消失在了黑暗中，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咀嚼声响起，伴随着班长撕心裂肺的惨叫声。视频在这一刻戛然而止。看完这段视频，寝室里爆发出室友高分贝的尖叫，平时不怎么聊天的班级群也瞬间被疯狂刷屏了。视频的拍摄日期显示是3天前，很显然，失踪的班长恐怕已经遭遇不测了。室友宋妍从厕所里跑了出来，哆哆嗦嗦地说道：“这视频是怎么回事啊？班长他死了吗？”小美皱眉道：“你们看，视频被撤回了。”虽然视频被撤回了，但是群里所有学生都已经看到这段视频了。群里的聊天依旧在不断刷新，大家都在议论班长的死因，还有人提议要报警。这时我点开群公告看了下上面的内容：封控期间，所有学生不得离开学校，请所有同学佩戴好口罩，注意戴浅蓝色口罩的才是人类。2. 校园广播拥有绝对命令，请遵守广播里的话。3. 寝室绝大多数是安全的，除非你的室友开始谈论一些你听不懂的话。4. 寝室楼没有电梯。5. 9点之后不要在宿舍内照镜子。6. 如果发现室友趴在桌子上睡觉，一定要叫醒他。7. 小心那些黑暗中的生物。8. 10点之前必须回到宿舍楼，宿管阿姨讨厌没有时间观念的学生。9. 学生之间不得发生暴力行为。这些规则实在是太古怪了。就在这时，刺耳的电流声响起，校园广播里传出了班长的声音：“同学们晚上好，学校因突发情况临时进入封控状态，请所有学生在10分钟之内来到操场进行核酸检测。核酸检测相关事项，请各位同学参考班级群公告，不遵守规则的人会嘎。”我的脚底升起一股凉意，群公告又多了一条关于核酸的规则。操场没有第4个核酸点，每个核酸点排队人数限制为20人。我看了一下时间，现在是晚上9点10分，操场离宿舍大概5分钟的距离。如果按照正常步行，所有人都能9点15来到操场。我来到了窗前，往外望去。以前我站在窗前就能看到在操场活动的学生，但是现在我竟然连操场的轮廓都看不到，只能看到一片浓稠的黑暗。群里的同学们都慌了，走廊上响起了开门的声音，还有密集快速的脚步声。其他寝室的人出门做核酸了。宋妍已经打开了门，扭过头疑惑地看着我：“降职，快点啊！”小美也在催促我。我突然愣了一下，刚刚我分明听到了一个声音，笑声。我强压下内心的异样，走出了房门。突然前面一个寝室门开了，3个女孩子手挽着手走了出来。这几张年轻的面孔我有些眼熟，每天都能看见，但却从未打过招呼。她们看见我们，对我们笑了一下，但我却隐约觉得哪里有一丝怪异，具体是哪里奇怪，我却一下子想不起来。宋妍是个社牛，这一层寝室的人她几乎都认识。她刚想走上前和他们说几句话，我猛地扯住了宋妍的手臂，冷汗从我额头滑落，我几乎是从喉咙里挤出了那句话：“你们还记得我们寝室里的门是向外推开的吗？”我当然记得啊，为什么突然说这个？这时小美脸色难看的压低声音说道：“白痴，你没发现他们刚刚是朝里拉开的门吗？”那3个女孩还站在我们前面不远处，微笑地看着我们。她们从刚刚开始就没有眨过眼睛，一直在直勾勾地看着我们。快点走啊，不然要赶不上核酸了。3个女孩异口同声地说道。除了声音不一样之外，音调竟然出奇的一致。这下连迟钝的宋妍都开始觉得不对劲了，她颤巍巍地说道：“他们是怎么回事？请小心那些黑暗中的生物。”我低声说出了这条规则。3个女孩的身后是无边无际的黑暗，而且她们似乎没有影子。注意到这点之后，我的后背窜起一股冷意。其中一个女孩看着我们缓缓说道：“你们怎么不走了？”她的嘴角翘起一个夸张的弧度。怎么办？宋妍快要哭出来了。小美抓紧了我的手，等不到我们的回答，女孩们开始慢慢朝我们靠近。她们3个人走路的姿势，甚至迈开的步伐，全都丝毫不差。随着我们之间距离的缩短，女孩们脸上的笑容越发明显，眼角夸张地上扬着。可是我们身后已经没有退路，只有一面墙壁和镜子，唯一可以躲藏的地方是寝室。我用力地回想，冷静点，降之，一定有什么被你忽略掉的细节，想起来，快点想起来。我快速扫了2侧的寝室门。小美焦急道：“快点，我们快回寝室。”我被小美往寝室的方向拽去。我低头看了一眼她的手，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细节。就在小美打开寝室门让我们快进去的时候，我一下子推开了小美，猛地拽上宋妍的手，往镜子前撞去。降之，你疯了，那是镜子啊！宋妍大叫。就在我们要撞上镜子的那一刻，周遭的场景倏然变化，我们回到了寝室内。宋妍大口喘着粗气，惊魂未定地看着我说道：“怎么回事？你不是带着我往镜子里照吗？我们怎么又回到寝室了？”小美奇怪地看着我们，似乎不理解我们为什么这么恐惧。“你们刚刚是怎么了？我喊你们走。”
你们却像中邪了一样站在那里一动不动。宋妍听到小美的话，彻底傻眼了。我快速的解释道：还记得那条规则，9点之后不能照镜子吗？但群公告发布的时间是9点10分。宋妍，你当时是不是在厕所里照镜子？对，我当时确实在，所以我们违反了规则。寝室的门开的方式是相反的，寝室两侧的门牌号也是倒着的。小美抓着我的手的时候，我看到了她手上的痣，她的痣是在左手上，可是她抓着我的是右手，所以我推测这个小美不是真的。我们之前是在镜子里面。就在这时，校园广播再次响起，请所有还未做核酸的同学立刻到学校操场进行核酸。我暗道不好，现在是晚上9点15，我们离核酸剩余的时间只剩下5分钟了。我们用最快的速度跑到了学校操场，操场上早就排起了长队，从左往右数，有4个核酸点，前3个核酸点都排满了人，只有最后一个核酸点孤零零的。最后一个核酸点的工作人员是一个头发很长的女人，她低垂着头，看不见脸，给人一种非常阴沉不好的感觉。大家都不约而同的没有去第4个核酸点。我数了数人数，发现中间2个核酸点队伍都排满20人了，只剩下第1个刚好有3个位置空出。小美说：我们去排队吧。这时我迟疑的开口道：怎么样才算是最后一个核酸点呢？如果从左往右数，最右边的就是最后一个，但如果顺序是从右往左呢？那么第4个核酸点就会变成第1个。核酸排队时间只剩下了半分钟，我们必须做出决定，是第1个还是第4个？宋妍和小美都把求助的目光投向我，我后背绷得很紧。20秒，15秒，突然天空闪过一道惊雷，此时操场上的路灯似乎突然出现了问题，一瞬间操场陷入了黑暗，周围响起了短促的尖叫声。终于我发现了异样，操场上的光线很快就恢复了正常。第4个，我大吼一声往第4个核酸点跑去，宋妍和小美紧跟着我，其他学生都用惊讶的目光看着我们。不是说了不要去第4个核酸点吗？第1个队伍还有空的位置啊，你们不觉得第4个核酸点的那个工作人员长得怪吓人的吗？人群里发出了好心的提醒声，我没有理会他们。最后1秒，我们3个站在了第4个核酸队伍里，近距离面对这个女人，我整个身体都止不住的在颤抖。女人的头发仿佛很久没有梳过一般，我感觉到了一股难以言喻的恐惧，甚至觉得是不是一开始的决定是错误的。张开嘴巴。女人的声音格外嘶哑难听，我胆战心惊的张开了嘴巴。好在核酸的过程非常顺利，我刚要离开的时候，女人却突然用力地抓住了我的手，眼睛目不转睛地看着我，我的心脏跳得飞快。下一秒，她松开了我的手，我的掌心里多了一张纸条。下一个。女人再次低垂下了头。我们顺利做完了核酸，我小心翼翼地展开了纸条，纸条上写着：你其中一个室友是假的，小心他，切记他早已被感染。我后背一阵发冷，我扭过头看着身后站着的2个室友，陷入了沉思。宋妍好奇地小声问我：酱汁，你怎么知道这才是正确的核酸点？我的眼神移向了第1个核酸点，解释道：还记得刚刚操场短暂的停电吗？那时候操场短暂的停电之后，我看不清所有人的脸，但唯独只有1个人的脸却是能看清的。第1个核酸点的工作人员的脸是微微发亮的，这根本不可能是正常的人类。听完我的话，宋妍一脸恐惧道：那这些排错队伍的人……这时异变发生了，第1个核酸点做完核酸的一个男生突然涨红着脸，捂住了自己的喉咙，发出了嗤嗤的声音。下一刻，他发出撕心裂肺的呕吐声，吐出的呕吐物里全是密密麻麻蠕动的黏腻的虫子。好痒，好痒啊！男生使劲地抓挠自己的皮肤，我头皮发麻到了极点。他显然痛苦到了极点，这骇人的一幕让很多人发出尖叫声，但很快又有人痛苦地开始抓挠自己的脸。他们的症状和死去的男生一模一样，其中一个症状轻微一点的男生愤怒地冲到了工作人员的面前：你刚刚给我们做核酸的时候，对我们做了什么？但他很快便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，那些一根根医用棉签上竟然攀附着无数颗像是虫卵一般的颗粒。此刻的操场宛如地狱，排在第1个核酸点的学生全部死亡。所有人都清晰地认识到了一个事实：违反规则的下场极其恐怖。这时广播里班长的声音再次响起：本次核酸筛查结束，感谢同学们配合，现在请同学们回到自己的寝室，但注意，请小心回去的路。我拿出手机一看，群公告果然更新了：1. 宿舍的门禁时间是10点，宿管阿姨讨厌没有时间观念的学生。2. 操场到宿舍楼是一条直行道，没有岔路口，如果遇见岔路，请立刻闭上眼睛往前走。3. 不要抬头看路灯。4. 如果听到身后有人喊你的名字，请不要回头。5. 戴浅蓝色口罩的才是人类。6. 学校的保安穿着黑色工作服，如果你在路上遇见穿着红色工作服的保安，请立刻找一个安全地方躲藏起来。7. 学校里没有小猫，请不要相信猫。手机上显示的时间是晚上9点40，这一段路程只有5分钟的距离，我们却走得异常小心谨慎。这时我突然听到宋妍惊叫一声：你们快看，
路灯上面那是什么东西？小美下意识的就要抬起头，却被我死死的按住了。我额头满是冷汗，压低声音说道：“不能抬头看路灯。”小美这才反应过来，我们压根不敢抬头往路灯上看。这时我感觉到宋妍缓缓凑到我耳朵边上，用一种拖得很长的极为怪异的声调说道：“怎么不看路灯上面啊？”我扭过头，看到宋妍瞪着眼睛，用力的抬头往上看。你看，我们明明都被挂在上面啊！我不自觉地打了一个冷战，想要缓缓抬头，下一秒，我的肩膀被人重重地拍了一下，是宋妍。她焦急地说道：“你们刚刚整整站在原地不动了5分钟，我使劲摇晃，你们都没反应。”我却一阵后怕，差一点我就要抬头看路灯了。我刚要继续往前走，前方出现了一个岔路口，操场到宿舍楼是一个直行道，没有岔路口，2条岔路仿佛通往无边无际的黑暗，看不到尽头。赶紧闭上眼。说完，我闭上了眼睛，靠着感觉往前走。也不知道走了多久，我听到小美喊道：“我们到宿舍楼了，你们可以睁开眼睛了。”我刚要睁开眼睛，却意识到不对劲，我们周围还有很多人跟着我们一块往宿舍楼走。要是真的到宿舍楼门口了，我肯定能听见进出宿舍的机器刷脸成功的提示声，但此刻周围死一般的寂静。真到了，真到了，酱汁，咱赶紧进去吧，这马上就要10点了。宋妍和小美都在焦急地催促我，我则没有理会他们，继续往前走。酱汁，你要走到哪里去？为什么你还要往前走？我听到他们大喊：“酱汁，停下来，睁开眼睛吧，酱汁。”刚开始，他们的声音还能维持正常的属于人类的声调，但随着我越往前走，那声音里夹杂着的恶意就喷涌而出。又走了不知道多久，我终于听到了其他人的脚步声，还有说话声。这一刻，我知道我回到正常的路上来了。我猛喘一口气，睁开了眼睛，宋妍和小美都在我身边，我这才微微放松了下来。这时我听到了一声猫叫声，是从旁边的草丛里传来的。学校里没有猫，请不要相信小猫。我牢记这个规则，但脑海里却有一个蛊惑的声音在告诉我，去摸摸小猫吧，谁能拒绝小猫呢？我无法控制地往草丛里走去。这时一个女生比我更快一步走到草丛里，下一秒她的身影消失在了草丛里。草丛里是死一般的寂静，很快女生的脑袋从里头探了出来，我一阵汗毛直竖。女生的脑袋出现在了一个猫的身体上面，对着我发出尖细的猫叫声。我心脏直跳，不忍地移开视线，我的余光瞥见了一抹红色。小美不知道什么时候竟然戴上了一个红色的口罩，戴浅蓝色口罩的才是人类。宋妍也发现了不对劲，她哆哆嗦嗦地说道：“小美，你的口罩。”小美愣了愣，她低下头看了眼自己口罩的颜色，喃喃自语道：“什么时候？我忘记了，好像是刚刚有人说要和我换口罩，我就给他了。”小美说着说着，声调却逐渐变得阴冷下来。她去撕扯自己的口罩，但口罩像牢牢地吸在她的脸上一般，怎么也扯不下来。终于我听到了一丝皮肉分离的声音，口罩被小美硬生生地扯了下来。她把口罩递到我面前，阴冷冷地问道：“要和我换口罩吗？”我瞳孔骤然一缩，她手上抓着的哪是口罩，分明就是她的脸皮。我心跳陡然激增。小美摸了摸自己的脸，她又抬头望了眼宿舍楼的方向，最后我听到她发出了一声长叹：“回不去了啊，酱汁，我们一开始就忘记了一件事情。”小美突然靠近我，她用尽最后的力气凑在我耳边说道：“我都想起来了，小心宋妍。”我一下子愣住了，下一秒，小美跌跌撞撞地往操场那头跑去。我想要去追，却被宋妍拉住了。她颤抖着说道：“来不及了，只剩下1分钟了，小美她没救了。”我看着宋妍，小美说的那句话却像刀子一样扎在我脑子里：“小心宋妍。”楼上的男孩患有超雄综合症，一到凌晨1点就会发出砰砰砰砰类似用头撞地板的声音，紧接着就是男孩歇斯底里的大叫。自从他们一家4口搬回来后，我就没睡过一天安稳觉，邻居们也被折磨得受不了。终于今晚501爆发了，他气势汹汹地敲响了601的房门，大概敲了17、8下，取而代之的是501歇斯底里的大吼：“吵！那傻子在吵，信不信我弄死他？”不一会，601果然安静了下来，租户群倒是难得热闹了起来。503说：“501给你点赞。”这话我早就在心里说过几百遍了。602是真的烦，他们家重男轻女，连续留了好几个，终于怀上了儿子，去医院检查说有超雄综合症，不愿意打，非要生下来，结果生出这么个玩意儿。我默默窥屏，虽然没有说话，但是对他们的话非常赞同。就在这时，501也在群里发话了。是哪个神经病给老子发的短信？接着501丢出一条短信截图，电话号码未知，内容是我帮你杀了他。潜水的住客纷纷表态，不是我。等租户群安静了下来之后，我把手机搁枕边，闭眼准备睡觉。毕竟像这样安静的夜晚可不多。突然手机再次震动了一下，是602发的消息。今晚601真的好安静，安静的不正常。你们说那个超雄男孩该不会真的被杀了吧？203立刻接话，怎么可能？那家子重男轻女，把儿子当宝，
谁要是把他们儿子杀了，他们不得发疯和对方拼命。501却说，就那个傻子死了最好。501的话得到了503和402的强烈附和。不过话虽然这么说，503还是弱弱的问601，该不会是真杀人了吧？要不我们找个人上去看看？别看平时大家聊天聊得嗨，可真到了这个时候就没人说话了。我想了想，回了句，要不再观察几天，万一是超雄男孩生病了呢？503回复，好吧。在接下来的3天里，所有人都只看到了601的夫妻俩，没有看到超雄男孩，也没有听到超雄男孩吵闹。这天下班回家的时候，一只小手突然拉住了我的袖口，扭头一看，是601的小女孩，她是超雄男孩的妹妹，穿着一身红裙子，长得怪可爱的，和那个超雄男孩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，正可怜兮兮地看着我。她悄悄对我说，姐姐，我家真的死人了。什么？姐姐，我说我家有人被杀了。我先是愣了一下，接着掏出手机立刻报了警。警察很快就来了，房间门打开后，只见夫妻2人撒泼打混的哭着。警察同志天地良心啊，说我杀了我儿子，怎么可能？超雄男孩站在旁边，不似以往那样身体轻颤且暴躁，安安静静地站着，眼神空洞，明显比几天前瘦了一圈。虽然超雄男孩的情况很奇怪，但是明显是个大活人。警察遇到这样的夫妻也很无奈，耐着性子说，你们邻里邻外的，人家不也是为了你们好，没出事最好。在警察的调解下，我拿了500块给601作为赔偿。完事后，我一直纳闷那个小姑娘为何要骗我。今天的夜晚仍旧很安静，可是我怎么也睡不着，一闭上眼睛就是超雄男孩那副诡异的面孔。咚咚咚，有人在敲我的房门。我看了一眼手机，凌晨2点。咚咚咚，敲门声更急促更用力了，我甚至能感觉到地板都在颤动。我门口安装了一个声控灯，此刻声控灯正亮着，但猫眼里却是一片黑暗。我门旁有个窗户，此刻我清楚地看到窗帘缝隙里从外透出一缕微光，也就是说声控灯依旧还亮着。有人挡住了我的猫眼，我一点点靠近窗户，慢慢撩起了窗帘。我看见一张明显不对称、长着痤疮苍白的脸贴在玻璃上，他正用那双死鱼一般的眼睛狠狠盯着我。是超雄男孩，我吓得连连后退。当我再次鼓起勇气看向猫眼时，一个黑影缓缓从左边凑近，是一只眼睛。那眼睛在猫眼外往内看了半晌，这才远离。我终于看清楚了他的样子，他是601的男主人。我打了一个激灵，接着我看到他一把将超雄男孩扛在了肩上。超雄男孩发疯似的想要挣脱，可还是被601的男主人硬生生地扛着上了楼。第二天，我被一阵断断续续的剁肉声吵醒，是楼上的601正在剁肉馅，他家已经连续剁了1个小时了。租户群开始叫苦不迭了，毕竟今天周末，大部分人都休息。503说，烦死了，让不让人睡觉啊？昨晚吃鸡到4点，困死了。201隔着3层声音都很大。501直接打开窗对着楼上喊，601，你们是不是死儿子了？剁肉岂可吃饭吗？601剁肉的声音停了一下，然后又继续，气得501跑到601的门口大骂，你们家是不是要死了？再发出声音试试，信不信老子送你们一家人下地狱？602也加入了战场，就是弄死你们算我一个。601再次安静了下来，租户群里纷纷给501点赞，我群豪杰啊，听你怼601可真爽啊。这时501突然在群里问，这是谁呀？发短信吓唬老子。接着他丢出一张短信截图，又是未知号码，这次写的是小心下一个死的就是你。我以为这又是谁的恶作剧，便盖上被子继续睡懒觉。到了中午出去吃饭时，我正巧和601的女人打了个照面，她手里拿着个纸箱，我瞄了一眼，看到箱子正上方的几个字，酱汁排脚肉鸡。女人看到我后，对着我露出一副诡异的笑容，呵呵，家里买了一只小乳猪，所以今天一直在剁肉，你多担待。我随即附和一声，转身下了楼。等我吃过午饭，刚走到5楼的楼梯口，就再次看到了601的女人，她把脸贴在我家的猫眼上，正努力从外往里看。请问你有事？听到我的声音，601女人立刻换上温和的笑容朝我看来，她抬起手，我这才发现她手里拎了个白色塑料口袋。今天家里包了包子，拿几个来给你尝尝？不用了，谢谢。我本能的不想要，可是她非往我手里塞，没法，我最后只能收了。回到房间内，不一会儿我听到了有人下楼的声音，我从猫眼里看到是601的男主人，他敲响了501的门，估计又是来送包子的。但不同的是，501打开门后，他直接走了进去，隔了大概5分钟，这才传来601上楼离开的动静。很快，租户群的大伙开始讨论送包子这件事。203说，刚刚601来给我送包子了，震惊死我了。201，我差点以为他是来找我干架的。503，有一句话不得不说，601虽然有病，可他的包子是真的很好吃，味道和我以前吃的都不一样。203，是吗？我没敢吃，我吃一个试试。我看聊天看饿了，从冰箱里找出601送的包子，上锅稍微加热了一下。我吃包子有个习惯，喜欢掰开再吃，可当我掰开包子后，里面竟然有一颗牙齿，这颗牙齿很熟悉，像是超雄男孩左边的小虎牙。我心想这也太不卫生了，便拍了一张照片想要发群里，犹豫了一下还是算了。
千万别影响其他人的胃口。只是让人郁闷的是，下午601又开始砍东西了，听声音应该是砍骨头，从2点砍到4点。晚上601又送东西来了，说是乳猪熬的高汤，里面加了虫草花和蘑菇。601的厨艺得到了租户群的点赞，不过我没喝，因为包子给我带来的心理阴影太大。到了晚上9点，303突然找到我，你有没有发现602和501很久都没说话了？我不喜欢泡群，倒是没注意。303继续说，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601砍骨头砍这么久，501还这么安静。你再想想501收到的那条短信，小心下一个死的就是你。被303这么一点，我也反应过来了。303接着说，你说601剁的，有没有可能就是501和602？太可怕了！还好我昨天不在家，错过了人肉包子。我们要不要报警？我立即回复303，我找房东，让他给501打个电话试试。5楼的3间房都属于同一个房东，我立刻以501家里水烧开了没人关冒黑烟为由，告知了房东。501的手机铃声很快响起，他的手机铃声很特别，是一首热血的中文歌，激昂的曲调却让我浑身发冷，因为手机铃声响起时是从我楼顶的601传来的，铃声很快停止，不知道是对方挂断了电话，还是摁下了接听。大概等了10分钟，我给房东回了个电话询问详情，房东有种劫后余生的庆幸感。小将，谢谢你哈，要不是你，我这次指不定损失惨重。我硬着头皮问，请问是501本人接的电话吗？好像是吧，就是声音有点哑，应该是感冒了。我敢肯定，接电话的人绝对不是501，因为疫情最严重的时候，我们全楼小刀割嗓子，就501没事，他当时还在群里嘚瑟，说猪倒了他都不会倒，更何况501昨天骂人的时候还中气十足呢。陈姐，你给501打电话的时候，有没有说是谁给你打电话的？当然啊，我给他说了，是小将你提醒我的，做好事当然要留名了。哦，对了，小将，我有事就先挂了哈。电话挂断，我心想完蛋了，这不是把我暴露了吗？咚咚咚，房门被敲响了，我颤颤巍巍走到门口，凑到猫眼一看，明明没人，可房门又被敲响了。姐姐，是我，是601的小女孩。我赶紧打开门，招呼她让她进来，她却摇摇头，小声道，姐姐，我来偷偷告诉你一声，小心一点，你发现了他们的秘密，他们今晚会来要你的命。小女孩说完就扭头匆匆跑上了楼，她跑得可真快，这么安静的夜我也没听到脚步声。这时601的男人突然出现，他站在楼梯口，用一种阴森的目光看着我，吓得我赶紧反锁了房门。我掏出手机立刻报了警。喂，警察局吗？我要报警，有人要杀我。警察赶过来大约需要20分钟，现在我只能乖乖躲在家里，煎熬地等待救援。我又发消息告诉303，601的男主人疯了，501真的被他杀了，楼道里危险，千万别出门。这时楼下突然传来了402的辱骂，大半夜的谁把1楼的铁门锁了？402是个年轻的小伙子，常常这个点出去享受夜生活。接着我又听到他大喊，你别过来，你要干嘛？随后便传来了锤子敲击的声音，我被吓得躲在门后瑟瑟发抖，心想估计402也被嘎了。突然303给我回消息，完了完了，这下真完蛋了，601把1楼的大铁门锁了，这下谁也逃不掉了。我这才反应过来，原来601要杀的不仅仅是我，而是整栋楼的人。咚咚咚，这时我的房门再次被敲响了，我从猫眼一看，果真是601的男主人，他手里拿着一把沾满鲜血的铁锤，正死死地盯着我的房门。见我许久没有回应，他开始发疯似的砸门，发出震耳欲聋的响声，我吓得快要崩溃了。就在他将房门彻底砸烂时，隔壁的503冲了出来，他一把抱住了601男主。见此状况，我也立刻冲上前，死死按住了601手中的铁锤。听到动静的303也迅速加入了战斗，最终在我们3人的合力围攻下，终于制服了601的男主。事后，清理现场的警察告诉我，整栋楼里除了我们3人以及601的女主，所有人全被601男主杀害了。我听到这鼻子一酸，这才想起601的小女孩，赶忙询问她的女儿呢？我明明看到她还在。警察先是愣了一下，然后对我说，经过调查，他的女儿早在3个月前就被杀害了，也是被601的男主人做成了人肉包子。原来自从他们家生出了一个不正常的男孩后，601的男主因为无法接受现实，患上了精神病。在搬到这栋楼后，因为邻居们的辱骂，促使他的病情越发严重。先是心理不平衡，杀掉了身体正常的女儿，接着他又恨铁不成钢，残忍杀掉了超雄男孩，然后逼迫自己的妻子将超雄男孩的肉做成了人肉包子，分给大伙吃。最终一无所有的他，又将目标瞄准了整栋楼的住户。知道真相后，我不自觉地朝楼顶的601看去，突然那个小女孩又出现在楼道里，她冲我摆了摆手，仿佛在说再见了姐姐。